嗨，大家好，这里是大丽丽。最近欧洲的一项研究让人眼睛放光，说是每天多吃1克的发酵蔬菜，新冠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5.4%。这个真是泡菜粉丝们的福音啊！那一直以来担心泡菜、酸菜不够健康的小伙伴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吃个够了。不过在吃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结论的真实性。那研究人员从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 获取了食品消费数据，并将其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率进行比较。所涉及的食品包含各种发酵的蔬菜、腌制的蔬菜、发酵乳、酸奶和发酵酸奶等。在综合考虑其他变量后，得出结论：发酵蔬菜的全国平均消费量增加1克每天，新冠的死亡风险就降低35.4%。其实这也并不是第一项针对发酵蔬菜可以对抗冠状病毒的研究。在2020年5月份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发酵蔬菜有助于降低 ACE2 水平。那么这里要说一下什么是 ACE2。ACE2 代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它是一种蛋白质，也是冠状病毒进入宿主细胞中的重要受体。当然了，发酵蔬菜只是诸多发酵食物中的一种，其他还包括酸奶、纳豆、乳酪、味增，还有康普茶等等，它们对人体健康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下面说一下经常食用发酵的益生菌食品对消化系统和整个身体有哪些积极的影响。首先发酵食品可以优化肠道健康。人体从食用这些食物中获得的微生物有助于在肠道中形成保护层，并抵御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等致病因素，而且还能缓解很多消化道问题。那一项对274名患有肠易激综合症 IBS 的成年人进行的为期6周的研究发现，每天摄取4.4盎司，约为125克类似酸奶的发酵乳，可以改善肠易激综合症的症状，包括腹胀还有大便次数等。发酵食品还可以减轻腹泻、胀气和便秘等的严重程度。第二就是发酵食品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我们身体里大约有70%的免疫系统都在肠道里，菌群微生物们参与调控。那么由于富含益生菌，发酵食品对肠道带来了非常多的积极作用，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并降低感冒的风险。就比如普通流感。那2014年发表在英国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荟萃研究，分析了20项关于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对急性呼吸系统疾病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那么乳杆菌和双歧杆菌是酸奶、酸菜还有泡菜发酵食品中常见的益生菌菌株。结果发现，益生菌可以缩短孩子和成年人生病的时间。发酵的益生菌食品使食物更易于消化。发酵有助于分解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让它比未发酵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比如我们大部分亚洲人对牛乳中的乳糖都存在不耐受的情况，但是当牛奶发酵为酸奶以后，往往就没有这种情况了。这是因为大多数发酵后的酸奶都含有可以帮助分解乳糖的活性菌。第四就是发酵的食物可以丰富营养，增加营养的吸收率。发酵有助于分解并且破坏抗营养素，例如植酸和凝集素。那么它们是种子、坚果、谷物和豆类中发现的会干扰营养吸收的化合物。发酵的食物通过分解并破坏这类抗营养素，从而提高了人体对矿物质，比如钙、镁还有铁等的吸收。另外发酵食品中包含的细菌在消化食品中含有的淀粉和糖时会产生更多的维生素和营养，比如维生素 K2、维生素 C 等等。第五是发酵食物可以帮助减肥。营养学期刊曾经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吃发酵泡菜的人比那些没有定期吃的人体重更轻，血压也更低。不知道这是不是韩国美眉们都那么苗条的原因。另外在2014年的一项长达24周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比较了食用益生菌和没有食用益生菌的肥胖受试者，
结果发现益生菌可以帮助维持健康的体重，特别是女性。另外呢，发酵食品还可以减少炎症，而炎症本身呢是会触发体重的增加的。第6点就是发酵食物可以促进心脏健康。发酵食品与患心脏病的风险较低有关，益生菌还被发现可以降低血压，改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第7就是益生菌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情绪，减轻焦虑。一项研究将瑞士乳杆菌和长双歧杆菌与减轻焦虑和抑郁症联系起来。那这2种益生菌呢，都存在于发酵食品中。这一项针对700名学生的研究发现，那些定期吃发酵食物的人，普遍社会的焦虑较少，心态相对乐观。那除了以上的好处之外呢，发酵食物所带来的益生菌还能治愈很多皮肤问题，比如痤疮、湿疹、色素沉着过度等等。那虽然有这么多好处，但是呢，发酵蔬菜还存在很多的争议。很多人担心发酵蔬菜中的亚酸盐过高会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其实呢，大多数情况都是多虑了。首先，蔬菜中天然存在硝酸盐和亚硝酸盐，饮食中的硝酸盐实际上有高达80%都来自于蔬菜。其次呢，我们人体自身内循环也会生成亚硝酸盐。人类唾液中存在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比血浆中的含量高10到20倍。最后，亚硝酸盐有非常天使的一面，比如降低血压、增强运动表现、预防和减轻胃溃疡等等。所以呢，通常情况下不必要太过担心，只要不要摄入过量，比如一次性吃进去300到500毫克的亚硝酸盐，那就有可能引发中毒，比如说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头疼等等。不过呢，相信没有人会这么做，除非误食了工业亚硝酸盐，或者不良商家在加工的肉类中违规添加了过量的亚硝酸盐。而对于发酵蔬菜呢，如果你实在介意的话呢，不妨了解一下乳酸菌的作用。它会产生亚硝酸盐还原酶，它对亚硝酸盐有着超强的降解能力。中农大做了一个研究，用自然发酵的泡菜和接种发酵的泡菜对比，发现接种发酵的泡菜的亚硝酸盐一直下降，而自然发酵的泡菜呢，亚硝酸盐一开始会飙升，然后呢会慢慢下降，在10天左右呢就算安全了。所以呢，我们自己腌泡菜的话，10天以后再吃呢，就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问题了。实验里的接种发酵的泡菜是指泡菜发酵的盐水中呢，人工接入经过活化、扩大、培养后的乳酸菌种子液进行发酵。不过除了亚硝酸盐以外呢，也不要忽视发酵食品可能的副作用，以及我们个人对泡菜的敏感度。很多人在吃了发酵食物后呢，出现了胀气、头痛、组胺不耐受或者益生菌感染等等。所以呢，虽然味道不错，也有益健康，但是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适量的吃哦。最后呢，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发酵食物，比如德国的酸菜 Sauerkraut 搭配德国的烤肠，简直就是绝配。还有韩国的泡菜，就是冰箱味道太大了。那我大学时候宿舍来德国朋友就被我打开冰箱里传出来的泡菜味道熏跑过。那么另外还有自然发酵的酸奶、日本的纳豆等等。那么 OK， 今天关于发酵食物的学术讨论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有帮助到大家。有问题呢欢迎留言栏留言讨论。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